比特币崩盘引发逃命潮，现货合约该怎么办？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我们已经把比特币的仓位给全部平仓了。那以太坊呢，依然是持有的仓位的，因为我们在多头行情的后期呢，其实以太坊它会很明显走的比比特币强势。那我选择的呢，就是留下以太坊。你可以发现，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以结盈亏，还有以太坊的未结盈亏总和的利润呢，是超过了500万的台币。那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利润的。那各位其实也都知道，现在的价格呢，已经又回到了43000多了。那我们当时是在46000多的时候呢，在直播的当下，各位看着的时候平仓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以太坊的仓位。那其实现在以太坊呢，其实已经回落不少，它到今天最高点位来到了2700，那现在呢，仅仅只剩下2600。所以其实已经回落了不少，我认为这确实是个风险，但风险最大的呢，其实是比特币。那现在山寨币其实比较弱的山寨币也都是相当的有风险的。好，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白板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 BigGet 你只要 KYC 就好，你就可以拿到$15的现金，一样直接提币没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呢？我们从周线来看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周线上我们收了一根，或者说还没收，但是我们极有可能收成一根非常丑的 K 线。那这种 K 线呢，其实如果你有看过日本蜡烛图技术它称这种 K 线呢叫做 Shooting Star 射击之星。其实这种射击之星呢，有2个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是比较看空的 K 线这是比较看空的 K 线。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量能在周线上。这根量能反而放出了历史以来至少是在我们这段上涨以来的巨量这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比较看空的信号，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且我们必须要认知到这个事实，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之前疯狂的获利当中，牛市的疯狂当中。其实往往呢暴跌都是在牛市最疯狂的时候来临的。那其实这种 K 线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有看到过，这绝对不是我们第一次在周线上这么重要的点位有看到。我们之前呢就刚好是在我们上一轮牛市的最顶峰的时候呢，我们出现了这个 K 线。没错，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Shooting Star 射击之星你可以看到我们收了长的上影线，但是呢我们实体部分非常的短小，并且呢它是带有一定程度的量能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呢这里就成为了我们上一轮比特币牛市的最顶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太妙，但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小级别来开始。其实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往上涨到69000，往上涨到49000之后呢，已经往下证实了是一个假突破。再来呢，我们下方有没有哪些支撑是值得注意的？有没有哪些点位是值得注意的呢？好，我们现在观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低的容忍线，最低的底线就我认为呢，如果我们这段多头还要再持续，它不会出现这种大幅的回调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在这条趋势线上面撑住。如果我们连这条趋势线都没有撑住的话，那我认为呢，我们就会迎来一个很深的回调，甚至是暴跌都有可能。那我们就看这条趋势线，我认为决定关键生死的呢，就是这条趋势线目前比特币就是命悬一线当中，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根针呢，它非常的巧妙，就刚好触摸在我们这条趋势线上面。那我认为这肯定不是巧合。这就是我们最低的底线这里再被跌破的话，那多头就会面临相当严重的风险那我们再把日线呢缩小到我们目前在走的这个箱体里面呢，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这个趋势线上面撑住了在趋势线上面获得了小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反弹它是很弱的，非常弱势的。那这根针我们就不算因为这里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那这条趋势线呢，其实也相当重要。如果这里被跌破的话，我相信呢，我们是一定会回来测试42000的我直接会回到42000，甚至呢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40000左右。那这对于如果你还有仓位的朋友呢，那就是显得相当有风险的。而且呢，我们再把这个线稍微变化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样。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当中，甚至在刚刚的直播当中呢，我们就有不断的谈到44500呢，是我认为的危险跟安全的分界线。
只要比特币还在44000的上方，那我认为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但我们现在回到下方来了，那可以证明我们是假突破。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里有阻力，在这里有阻力，都有产生过阻力的效果。我相信这里的阻力也不用多做说明了。但是我们现在呢，连续出现了2次假突破啊，这里一次假突破，这里一次假突破，连续出现了2次。那我认为这2次肯定会套住很多人的，尤其呢庄家主力不会让这些人呢随便的就回到他们的成本区间。那连续突破2次，对同一个水平阻力来说呢，这其实是相当看空的信号，这是相当看空的信号。那我们现在呢就出现了，那我们又可以回到周线上啊。其实比特币每当经历这种非常非常大的利多真的兑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在暴跌的。好，那我们这里的利多呢，就是比特币现货 ETF 它正式上线了，它暴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过往的情况，做很详实的复盘。首先呢，我们在2017年的年底的时候，12月左右，比特币的期货 ETF， 比特币的 CME 期货 ETF 呢，它终于上线了。在万众瞩目、万众期待之下呢，终于在芝加哥交易所的期货上线了。那上线的时候呢，其实这也就是 CME 了。那它就开始一路的下跌，甚至开启了我们2018年的熊市，跌了1整年了。那我们再对应到比特币当时的行情啊，就在这里哦，就在这里。我们当时就在这个高点呢，我们比特币 CME 的期货它正式上线了，我们见顶。那这个就是比特币期货 CME 期货它的图表，也就是上市价格就是最高价，直到我们牛市的时候呢才再突破。那再来就是 Coinbase 的股票，这个我们是有按照时间顺序的。Coinbase 呢是美国最大的交易所，那么它即将在万众瞩目之下，在纳斯达克正式上线，也就是万众瞩目，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利多，而且很久以前大家就在讨论了。那当 Coinbase 一上线之后呢，上线没问题，我们就直接到达最高点了，一样是一路暴跌。那我相信我们这轮牛市是可以超过，但是呢，我们现在 Coinbase 的股价离当时的开盘价还远远的不到。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特币当时它的价格是怎么去表现的，就在这里，就在最高点，没错，就在最高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 BITO， 我相信大家都对它很印象深刻，它就是比特币期货 ETF， 它的底层资产呢，就是由 CME 发行的期货合约呢来当做底层资产的。一模一样的情况，它不断的发生，而且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之前的直播当中呢，也有不断的提醒到各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么不错的价位，至少以现在后夜的角度呢，我们确实在一个很不错的价位呢，然后去把仓位呢逐步的平仓掉了，也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那希望大家都有赚到自己期望的收益。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期货 ETF 一样是上线之后就一路开始跌，那回看比特币的行情呢，没错，它就是在我们2021年的时候创出了这轮牛市的最高点的那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换现在了，现在比特币现货 ETF 真的上线之后呢，你可以发现什么呢？比特币现货 ETF IBIT 它也是上线之后就开始一路的猛跌，所以其实技术分析它就是研究过往历史，并且总结归纳出来的一门技术。那其实我们复盘的过往的这几次发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呢，今天的这波下跌呢，它绝对是可预期的。那现在呢，其实以太坊啊，它确实还是强势，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比特币的情况，如果比特币真的太夸张的话，我们以太坊呢，其实也要规避风险了。那当然，我现在还是持有，不过如果这里被跌破的话，那我觉得就会风险会急剧的增加。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